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在大多数人認知裡，任天堂是童星的代名詞。它是紅帽子的馬里奧，是圓滾滾的皮卡丘，是海拉爾大陸的風景。在算法推薦下，你可能聽過無數遍任天堂是遊戲世界的主宰。歡迎來到 ThinkBiz， 我是兒童。今天我們不評判對錯，只拆解這家公司是如何建立了一套極端控制型的商業制度，還改變了整個遊戲行業。在這個充滿溫情馬賽克的外表下，我們要揭開一個藏了傳承130年、充滿背叛、冷酷，甚至帶着都市傳說的京都古老門閥——任天堂。任天堂不僅在泡沫經濟的昭和時代經營過特殊旅館，還因為一次著名的商業背叛行為，親手背刺了自己的合作方。他還用一張契約統治了80年的整個遊戲圈，他的法務部走過之地寸草不生。現在我們就來撕開這層合家歡的偽裝，不講遊戲有多好玩，只講這個商業帝國最深層的秘聞。歡迎來到任天堂的紅與黑。1889年，初代社長山內房治郎創立任天堂的時候，主營業務竟然是花牌，這是一種日本傳統的紙牌。為什麼任天堂的紙牌在當年能脫穎而出？答案只有2個字：質量。在當時的日本賭場，為了防止作弊，每一局都要換一副全新的紙牌。任天堂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高頻剛需，因為任天堂當時的紙牌手感極佳，背面的塗層工藝很難仿造，它迅速成了指定供應商。山內家族深諳京都商人的生存之道，不問出處，只看結果。所以任天堂的骨子裡有一種基因，極度的排他性和掌控欲。在後來任天堂的商業模式裡，你都能看到這種控制狂的基因完美繼承。任天堂山內家族有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連續3代都沒有男丁能夠順利接班。第2代社長山內基良是入贅女婿，他同樣沒有兒子，只有女兒。他重演了老丈人的套路，招了一個叫稻葉陸之臣的男人入贅。3代目社長山內博就是他的兒子。這個3代目是一個眼神犀利，甚至有些陰冷的男人，完全不像個商人，更像一個教父。1949年，年輕的山內博臨危受命，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不是擴張，是大清洗。他清洗了所有反對他的家族長輩，甚至包括自己的親信。他深信一件事，這個帝國只能有一個大腦。但當時的紙牌業務已經快到頭了，山內博看着已經萎縮的市場，開始了一段瘋狂而又荒唐的轉型之路。接下來這段商業經歷是在任天堂官方敘事裡往往最被輕描淡寫的。1960年，山內博為了尋找新的商業增長點，投資了一系列特殊旅館。這種按小時收費的短租空間，因為管理混亂和社會爭議，也沒能拯救當時的任天堂。緊接着，任天堂又像個無頭蒼蠅一樣闖入了食品業，他們推出了名為3分鐘速食米的產品，結果口感極差，據說像塑料的味道，導致公司滿盤皆輸。他們還成立了鑽石計程車公司，但因為山內博無法忍受工會的存在，他覺得司機的權益會削弱他的掌控權，最終在和工會的激烈對抗中，他直接解散了整個公司。當時的任天堂在所有京都商人眼裡就是個3世祖在垂死掙扎，直到那個改變命運的天才男人橫井軍平的出現。但後來任天堂對這位天才的壓榨和最終的背叛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這個時期，山內博每天都在辦公室盯着財務報表發愁。繼承公司倒閉了，速食米爛在倉庫，愛情旅館的名聲讓他成為了京都的笑柄。此時的任天堂就像一個輸紅眼的賭徒，手裡只剩下最後幾塊籌碼。就在這個時候，山內博有一次在巡視工廠的時候，看到了一幕讓他改變後來遊戲世界的畫面。一個負責維修設備的年輕工程師在上班的時間用廢料做了一個伸縮彈簧手，在自娛自樂。這個年輕人就是天才橫井軍平。在山內博眼裡，他看到的不是一種上班危機，是一種廉價和致命的成癮性。山內博命令橫井把這個玩意給我做成商品，如果賣不動，你就滾蛋。然後這款名為超級怪手的簡陋玩具竟然奇蹟般的賣了140萬個，把任天堂直接從破產邊緣拉了回來。你以為這個年輕人未來能平步青雲，但其實這是橫井軍平悲劇的開始。有了橫井軍平這一個人體印鈔機，任天堂在1980年很快推出了 Game & Watch。這個東西是後來掌機霸主 Game Boy 的祖先，它是一種利用廉價計算器芯片做的掌機，
在全球直接賣了4300萬台，直接幫山內博還清了所有債務，還剩下足以開發紅白機 FC 的巨額現金。山內博第一次嘗到了掌控全球年輕人的快感。但他這個人的野心不止於此，他要的不是分一杯羹，他要的是建立行業規則。他在等一個機會。時間來到1983年，這個機會終於來了。美國遊戲市場因為雅達利大崩潰，化為一片焦土，所有的零售商對遊戲機避而不談，認為那是一場騙局。此時的山內博展現出他作為京都教父最狡詐的一面，他帶着紅白機殺入美國，他沒有稱它為遊戲機，而是稱它為娛樂系統。為什麼？因為他要利用這次全行業恐懼的機會，建立一套近乎獨斷的授權准入制度。他告訴全世界所有的開發者，如果你想在我平台上發遊戲，可以，你要先交一筆准入費，然後遊戲內容由我審核，我說不行，你就上不了。最後卡帶還必須要由任天堂工廠代工。這種條款讓任天堂在短短幾年內利潤率甚至超過了豐田汽車。到了80年代末，任天堂已經不再是一家公司，它是一個宗教。在那個時代，全美國90%的孩子都認識馬里奧。這種成功讓任天堂內部滋生了一種病態的傲慢。在山內博的字典裡，沒有合作夥伴，只有服從和控制。但是技術革命的浪潮不會因為教父的傲慢而停止。隨着90年代臨近，16位機的競爭進入了白熱化，世嘉的崛起讓任天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更重要的是，一種新的儲存介質出現了 ，CD-ROM 就是光盤。This is the compact disc. It really is compact, smaller than an existing single, and this is how it fits into the player, like so. 光盤的容量當時是卡帶的幾百倍，而成本只有卡帶的幾十分之一。當時公司陷入了一種巨大的恐慌。如果大家都在用光盤，任天堂用壟斷卡带生產帶來的權利金制度就會瞬間瓦解。然後這位教父把目光投向了當時在數碼行業如日中天，但在遊戲界毫無經驗的索尼。任天堂找到了後來索尼號稱 PS 之父的久多良木健，提議合作開發名為 PlayStation 的附件，就是 CD 外掛機，還簽署了一份深度合作協議，並約定在 CES 展會上對外公布。當時可憐的良木健傾盡全力說服了索尼的高層，把未來賭在了任天堂身上。在索尼看來，這是進入遊戲界的入場券，但在山內博看來，索尼是一個可以隨時被拋棄的備胎和技術供應商。此時的索尼還沉浸在和巨人並肩作戰的幻想中。良木健甚至在日記裡寫道：“我們要和任天堂一起改變世界。”但他卻不知道，他的背後已經出現了那把京都名刀。這應該是世界商業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背叛。如果沒有任天堂當年的背叛，可能今天就沒有 PS 什麼事兒了。1991年6月 CES 開展的第一天，索尼在發布會上自豪地向全世界展示，我們將和任天堂合作推出下一代主機。這個時候全場歡呼。然而僅僅不到幾個小時以後，在同個會場，任天堂的發布會上，山內博突然單方面宣布，任天堂將放棄索尼，和荷蘭的飛利浦公司合作。當時索尼的社長大賀典雄被徹底激怒了。3年以後 PS 橫空出世，開啟了索尼對任天堂長達數十年的統治。任天堂因為這次背叛行為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在互聯網上流傳這樣一個笑話，如果你被困荒島想求救，就不要在沙灘上畫 SOS， 畫一個巨大的馬里奧，不出10分鐘，任天堂法務部的直升機就會直接降臨。在遊戲界，任天堂法務部有一個響徹雲霄的名字，東半球最強法務部。當時任天堂的法務部的代表叫荒川石，他是山內博的女婿。1982年，任天堂還沒成名的時候，好萊塢環球影業盯上了任天堂的大金剛，理由是他抄襲了電影金剛。當時環球影業要求任天堂把大金剛的利潤分成交出來，那時候的任天堂倒沒有慫。他們的律師很快發現了一個驚天漏洞。環球影業當年為了從制片人手裡搶到翻拍權，在另一場官司中證明了金剛原著小說已經進入公有領域，不受版權保護。結果任天堂反手一個控告，證明環球影業根本沒有金刚的獨占權，還順便反手起訴環球另一款遊戲侵權了任天堂的大金剛。環球影業不僅1分錢沒有拿到，還賠了任天堂180萬美元。這一仗奠定了任天堂法務部防守反擊的兇悍風格。對於玩家來說，任天堂的法務部的確顯得過於冷酷。有一名粉絲花了10年時間，出於熱愛重製了任天堂的《銀河戰士2》，
就在這款遊戲免費發布的那一天，任天堂法務部直接發出禁令，要求下架，並通過法律手段限制傳播。在任天堂眼裡，沒有情懷，只有產權。所以如果你問誰才是任天堂的靈魂，不是馬里奧之父的宮本茂，也不是現任社長是橫井军平。他發明了 Game Boy， 發明了十字鍵，他親手把任天堂從一家做紙牌的小公司推上了神壇。這樣一位功臣，在任天堂的結局卻是凄涼的。1995年，任天堂急着推出下一代技術，橫井軍平開發了 VR Boy， 但在當時的條件下 ，VB 有着致命的缺陷，長時間的佩戴讓人頭暈惡心。VB 失敗後，這位任天堂的首席架構師被迫引咎辭職。在京都這種極其講究忠誠度的商業環境下，這幾乎等於被逐出師門。1997年10月4日，橫井軍平在高速公路上發生了一起普通的追尾事故。當時他下車查看情況，被後方開來的一輛車撞飛，當場身亡。外界評價任天堂官方對於這位掌機之父並沒有悼念，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淡化了他在歷史中的貢獻，讓這種無情帝國的形象更加的深深扎根。所以如果你認為任天堂的這些爭議性歷史都在過去，那你就太天真了。就在 Switch 橫掃全球狂賣 1.4 億台的背後，藏着一個现代商業史上也是最傲慢的秘密。從2017年 Switch 發布以來，全球範圍內爆發了大規模的搖桿漂移投訴，這是一個低級的設計缺陷。但任天堂在長達3年的時間裡拒絕承認這是設計缺陷，堅持認為這是正常損耗，直到在美國面臨大規模的集體訴訟，現任社長古川敬太郎才在股東大會上進行了一次默認兩可的道歉。任天堂到底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它是童話的制造者，但也是商戰裡的教父；它是法律的鐵錘，但也是對天才毫不留情的收割機。他那種近乎固執的獨立性來源於130年前那個做紙牌的小店。他不相信合作，只相信掌控；他不相信潮流，只相信規則。他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他從未試圖取悅任何人。他像活在一個現代的古代幕府，用最可愛的馬賽克構建了一個最堅固也最冷酷的商業堡壘。這裡是 ThinkBiz，帶你看透商業背後的真相。我們下期見。